最近几个月，香港的豪宅市场上演了一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大戏。那些曾经叫价上百亿的顶级豪宅，如今竟以白菜价被甩卖，折扣力度惊人到让人难以置信。我给大家列举几个最新的交易案例。在山顶豪宅区，一栋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弗兰克·盖里设计的玻璃塔楼公寓，以远低于当初售价的折扣价成交。在另一处豪宅区，一栋欧式住宅原价 1.3 亿美元，如今仅以5800万美元的低价售出，直接打了55折。这还不是个例。在布利径，3栋欧式豪宅总价超过 1.9 亿美元，如今卖出一栋的价格还不到当年购入价的40%。在中直道，4栋联排豪宅以 1.41 亿美元成交，较原价整整腰斩。这些豪宅的卖家都不是普通人，他们有的是内地房地产巨头，有的是香港富商大亨，都是靠着中国经济腾飞发了大财的人。但现在他们却在争先恐后地甩卖自己最值钱的资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都急需现金。现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在拼命寻找现金。一位香港知名地产中介机构的高层一语道破天机：现金为王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整个香港楼市的崩塌。根据最新数据，香港商业地产空置率已经飙升到 17%， 创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大亨抛售豪宅的新闻让我想起2019年的时候，他们中有人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香港的豪宅实在太稀缺了。当时山顶一套9000平方英尺的豪宅，他们都嫌太小。现在倒好，不光豪宅不稀缺了，价格也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这种暴跌的趋势还在持续。据统计，今年以来，香港已有超过20处豪宅挂牌出售，每一处要价都在5000万美元以上。但实际成交价往往只有挂牌价的1/3到一半。这种跳水式降价在香港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，香港金融体系也开始感受到楼市崩塌的冲击。那些曾经为香港房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资金的银行，今年遭遇了商业地产贷款违约的井喷。标准普尔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，香港房地产正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低迷期。不过最糟糕的可能还在后面。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，美联储近年来的高利率政策直接影响到香港。虽然9月份香港金管局已经将利率降至 5.25%， 但这仍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高利率让本就脆弱的楼市雪上加霜。香港经济与内地就是连体婴儿。一位国际地产顾问公司的分析师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当中国经济下滑时，香港经济必然会随之坠落。而目前的情况是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断崖式下跌，物价持续下行，这种含义必然会传导到香港。根据胡润财富报告最新数据显示，仅在过去3年，就有432位中国富豪失去了亿万富翁的身份。这些曾经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富豪们，如今正在经历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一个个被迫贱卖豪宅的故事背后，是整个香港金融地位的动摇和经济根基的坍塌。这一轮资产价格的暴跌，将香港曾经最显著的贫富分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。那些住在棺材房里的穷人依然贫困，而那些住在山顶豪宅的富人，却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大半身家。香港这座曾经让全世界惊叹的国际金融中心，正在经历着它40年来最黑暗的时刻。现在的香港犹如一座正在沉没的孤岛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不仅是资金在外逃，连人也在逃离。中大亚太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，超过1/3的香港人正在考虑移民。
而这一次，他们逃离的最主要原因不再是政治，而是经济。这份民调结果令人震惊，34.1%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移民，其中26.6%的人已经在为移民做实际准备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经济情况欠佳、经济没前途首次成为最主要的移民原因，占比高达14.7%。这个数据让人不寒而栗，香港人开始用脚投票了。连去便利店买东西都能感受到经济有多糟。一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市民感叹道：“以前永和大王、吉野家这些连锁店，晚上11点后都会大排长龙。现在呢，晚上9点就门可罗雀了。”他正在积极考虑移居海外，就算国外找工作不容易，也比留在这里看着香港一步步衰落强。统计数据显示，过去5年，香港净迁移人数高达-25万，而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有学者认为，实际移民人数已经突破30万大关。光是截至今年3月，仅英国政府就已经批准了16.5万个 BNO 居留申请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相当于每20个香港人就有1个选择了离开。香港写字楼的空置状况更是触目惊心。根据世邦卫理士的最新数据，整个香港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经飙升至17%。要知道，2019年这个数字还不到3%。那些曾经挤满国际金融机构的摩天大楼，如今很多已经人去楼空。我们再来看零售业的惨状。香港最繁华的购物区铜锣湾、尖沙咀空店面比比皆是，连曾经一铺难求、每平方米月租金动辄上万港元的黄金地段，现在也是门可罗雀。有统计显示，香港核心商圈的商铺空置率已经超过20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最让人唏嘘的是教育领域。据香港教育局统计，2023年中小学学生人数减少了1.5万人，创下10年来最大降幅。原因很简单，家长们带着孩子移民了。一位小学校长无奈地表示，有些班级从原来的35人，现在只剩下20多人，学校经营压力很大。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，香港正在失去它最宝贵的人才资源。根据一项针对高学历人群的调查，超过40%的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离开香港。这其中包括医生、律师、金融精英、科技人才等等。他们的离开将给香港的竞争力带来致命打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颓势似乎还看不到尽头。今年3月，香港通过了23条立法，进一步收紧了社会管控，这让许多还在观望的港人下定了离开的决心。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港人坦言，以前觉得香港再差还有一条底线，现在连这条底线在哪里都看不清了。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持续恶化。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最新报告中指出，香港已经有多名新闻工作者被囚禁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原本作为亚洲新闻和出版自由港的香港，如今已经成为让人噤若寒蝉的禁言之地。让我们对比一下邻近的新加坡。当香港正在经历人才外流时，新加坡去年吸引了超过13万名高技能人才。香港与新加坡的 GDP 之差也在不断拉大。2023年，新加坡 GDP 已经超过香港约15%，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扩大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，到2025年，香港可能会失去其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。届时，这颗曾经的东方明珠，恐怕真的要黯然失色了。40年前，邓小平提出“一国两制”时，曾承诺香港50年不变。但是现在看来，香港的巨变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得多。那个充满活力、机遇无限的香港，正在我们的注视下，一天天地消失不见。
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老的谚语：人去楼空，满城风雨。这大概就是今天香港的真实写照。